请看。我们俩的职业是一样的，而且都。男嘉宾张先生45岁，来自河北，外卖员；夏女士43岁，来自河北，外卖员。欢迎两位哈。你好，你们俩的关系是情侣情侣了多久啊，2年了，谁追的谁我追的他，啊？咋认识的？怎么追的？我们是同事，都是外卖嘛，我们在一个站点儿。哦，一个站点的。然后我就追的他。这，你喜欢他什么？啊，然后我就追我着他。喜欢他勤劳、能干、能吃苦。不是您说的这不是爱人的标准吧？那我都欣赏他，他一个女的能送外卖，我特别佩服他。佩服。他自己带着2个孩子，哦，特别不容易。啊，这就是我呢你说勤劳能干。我就想多多帮助他。您是个什么情况？离异还是丧偶啊？我离异。那您呢？我也离异。您有孩子吗？有几个呀？一个，跟您啊，还是跟前妻？跟我前妻。所以你想帮他带2个孩子？他2个孩子啊，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今天为啥来这儿啊？就是因为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干活我比他付出的多10倍的，他都看不见，还总对我挑三挑四的，拿我当免费保姆使一样。你都是事儿多，哎，总是没事找事无理取闹啊。原来他领2孩子自己租房子，我呢我也自己租房子，我看着他特别不容易，我为了减轻他压力啊，我就提议我说那个咱们俩合租呢，咱们一起住，啊，这不挺好吗？合租是2个人都出钱是吧？不，我自己出，帮助我出，不用他出钱啊。然后呢？然后我在郊区啊，我有一个老宅子，要平改了，给一笔补偿款。知道来事儿了，天天催着我要结婚、买房，而且房产证上还得写我们俩的名，这我就心里不痛快了。这为啥呀？这不是那跟他在一起住，我也想要自己的安全感嘛，我也想给自己要点保障啊，尤其是我这还有孩子。因为我前段婚姻吧失败，就是因为我房子都是在他名下，车啥的也是在他名下，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把车房啥的全部都卖了，到最后还欠了160万的外债，弄得我一分没有，我还带着2孩子都出来了。我既然同意说跟他合租，我都奔着结婚去的，结果他总对我疑神疑鬼的。对，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多久？1年了。你考虑过跟他结婚吗？考虑过。但是现在的要结婚的一个坎儿是，他想买房写他的名字，你心里就犯嘀咕了。那能不犯嘀咕吗？这天天催着我，都挂嘴边上了，结婚买房子，房产证写他的名，这不就逼着我吗？这不是逼婚了吗？那您跟人相处1年多，想不想娶人家呀？通过我也有过那想法，但是呢，时机还不成熟。是可以的，买房结婚。如果说结了婚，过了2天又离了，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不谨慎点吗？好，那您的打算怎么打算的呢？我打算我投资，我以前是开超市的，我挣过钱，我想利用这笔钱呢东山再起，以后挣了钱呢买房子，那都几年的事儿，以前房子车那都不是，都能买了。明白了，是想拿钱去投资，而不想拿钱买房。咱不买房结婚行吗？那肯定不行。就像他说的，他总想拿着这笔钱去投资。他以前干他就没挣钱，他要是再投资再干，他还不挣钱呢。我还没看见你都说赔钱。行，我从另一个角度说，您肯定高兴，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对吧？
但是你看不上他了，那个时候你不要人家了呢？那个想法我倒没有呢。那他也没有想法说要跟你结了婚就为你房子呀，这怎么证明啊？就是这问题都僵持住了吗？所以啊，既然我是一家之主，我的这笔钱就我说了算，我买房投资，你都别管了，你都跟着我过就行了。人家凭什么没名没分的就跟着您过呀？您怎么就是一家之主了呀？你们现在顶多是在谈恋爱。他说话总是这么自私，只为他自己考虑。这个问题都一直谈不拢。好，这个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着。咱们来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看看两个人处的怎么样，对吧？你们觉得生活的怎么样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养了3条狗，这说啥容不下这3条狗，说啥让我把这狗给送回去。是我容不下那3条狗吗？他本身他那3条狗就是他哥寄养在这儿的，我只是建议他把狗再还回去。他每天生活习惯嘛，就是喜欢吃点素，完了，但是每天都会买肉，一半分给我们家仨，那一半就分给小狗。回头我们家仨在桌上这吃，他就在旁边吃饭，一边吃着吧，他就把荤的喂小狗。他一喂小狗，我儿子就看见了，然后我儿子有样学样，就跟他学着，把他碗里的肉，他也直接就喂狗了，他就不吃了，弄得孩子也不好好吃饭。回头我说几句吧，我儿子犟嘴，比我还横呢。回头他不但不管，他也又说孩子又是锻炼爱心又是啥的。现在是养宠物，这是有科学道理的，能提升孩子有爱心，这你都不懂。现在我都觉得，因为狗它严重影响我儿子这块了，他每天就说啥让我送回去，因为我以前嘛条件是不好，家里没有电视，我也没给他买过玩具，但是我都给他买的有那个儿童读物。回来他每次都是写完作业吧，他自己可以主动的都去那儿看会儿书。现在弄的吧，等我送完饭回来了，孩子还在那儿跟狗玩呢，作业也没写。我下班已经很晚了，我再回来再看着孩子写作业，我这一天时间我也不够用啊，我多累呀！哎呀，你都别说了，原来呀，我自己这时候我自己住大屋，3个狗住小屋，你们娘3个来了，你们俩住大屋，我现在跟狗住小屋。那还不够可以的，房租还不用你花，这还怎么呢？你都别事儿多了。他动不动就是房租不用我花，所以在你的心里，他总是看不见我的劳动力。你要跟着我过，你都听我的，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几个狗啊，你都将就着中了，哎。不是，她不是嫁给那3条狗啊？妹妹嫁给我。对，那您干嘛说嫁狗随狗，还说那3条狗？主要是我也没说别的，我只是让你把狗给还回去，让大个样子嘛。理解。他对您那俩孩子怎么样？好吗？挺好的。他带孩子特别不容易，尤其是小女孩，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小，他一带起来呀，真不容易。但是一看到小女儿，怪可怜的，我这心，但是时不时的我也想起我那女儿啊。我女儿在我前妻那儿，我都想起我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当啥的可以，我说过，因为我这2个孩子一视同仁，办啥事呢？我一碗水端平。你总说孩子是第一位，咱们一切为了孩子。你说到我这儿，我这不痛快了。您是担心他的闺女回来之后，他会对您那2个孩子不好？对，那他肯定的，因为他现在对我2个孩子他都有偏差，对我女儿还好点，对我儿子都多少差着点。
本身我们两个的感情还不太稳定呢。他跟他前妻走近以后，他都开始嫌弃我说我太瘦。是你本来就是越来越瘦。他嫌我太瘦，我还不是累的呀。我一天我忙里忙外的，回头吃饭就跟打仗一样，着急忙活的吃那顿饭啊。吃完饭以后，也许是肠胃不好吧，上2、3次厕所，这他就来咳了。你快看看去吧，是不是哪有毛病？你得的癌症吧？他这不是咒我吗？你这你误会了。这是对你好，我是关心你，让你去查查去。你本来吃的饭都少，你的这上好几次厕所，那不正常。他总检查检查，总说关心我。啊，你说两口子在一块儿，他都说我，你再瘦，你都是个大马猴。你说我说话是难听，但是你说话也不好听。我不好听，不也是你先刺激我的吗？你总说我办事儿缺根弦，脑袋不转轴。啊，剃个头还剃个流氓头，小痞子头。我都40多岁了，你说我还啥小痞子呀？你这事儿多。不是说我说他，这因为啥呀？他总整天的就这个生活条件，又不是不知道。回头呢，他还懂个穷讲究，别人吃3顿饭吧，他吃4顿。他到晚上呢还爱喝点酒，说不喝酒还睡不着觉。那么来，他喝酒就喝酒呗，还得喝180块钱的，便宜的还不喝，还非得让我给炒菜。炒菜总有我这累的时候，懒得炒了吧？你以前我不做了，这都开始把他前妻也拎出来了。跟前妻有什么关系啊？说了他前妻都能做好啊，还可以给他酿酒。我说你前妻这么好，那你就干脆就别跟我处了，你就找他过去呗。那你本来倒是不如我前妻嘛，你确实没我前妻好。不是，那你为什么跟你前妻离婚啊？我们俩脾气合不来呀，我前妻太强势了。我这是人家让他提升，哎，提升的我跟我前妻一样，或者比我前妻还要高一层，那多好啊！你有错吗？我看你现在是快有几个臭钱烧的慌吧你？钱拿到了吗？拆迁款马上都到了。还有多久啊？用不1个月了，2月的。基本就烧坏了嘛。没有，就差不多了嘛。你以前敢吗？敢这么对他吗？也是一样。他都整天拿我都当免费的保姆使，那你能容他吗？所以说现在我都不同意了，就不愿意跟他处了，跟他处着太累了。我也是想找一个能替我分担的。我比你分担的还少吗？我问问啊，他跟您吵架吗？近期是总吵。为啥呢？一说我看手机了，手机声音大点，都说我影响孩子学习了；喝酒呢晚点了，影响孩子休息了。就跟我吵，我说我没影响孩子，你这么吵，我脾气是你影响了孩子了。我脾气不好，不也是因为我累的，天天这么多活这么多事还烦他吗？你要是但能伸手帮我一把，我也不至于这样了。是天天孩子呀，孩子那嘎写个作业，你那抖音快手的放那么大声，你都出来了。你这一放声，我儿子那心立马就随着他那个声音就飘过去了。作业我给他讲到哪，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啊，我提了个建议啊，我说呀。要不孩子，咱们给你送到你母亲那儿去，哎，让他跟他老过，哪怕我出钱给他老生活费，这一方面呢减轻了他点压力，我也呢减轻点压力，这不挺好吗？要不他天天绷得太紧了，天天太累。就我跟我妈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都已经好几年了讲的。不是，我又想了个法吗？我是说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我出钱，这不挺好吗？这不又是一个法啊？这说啥又还是不同意。孩子上寄宿学校，这不是说钱谁出与不出的。孩子刚9岁，我这要是把他送走，孩子会咋想啊？他会不会想，妈妈是不是找了个后爸爸嫌弃他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多不容易从我前夫那儿把这抚养权都争过来的。我争过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他能在我身边吗？你明知道2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根子，回头你还总想着把他送走。你看，这都把我这好意当成离婚费。你说这，我这不是立场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在没有出这个拆迁款这件事儿之前，大概也没有这么多是是非非吧？那时候还是像一家人，挺热热闹闹的。就有了点钱，生活有可能变好了。突然之间，各自的小算盘就拨的一个比一个响亮了，是吧？有这个。行，您说说您最终极的规划是怎样的？让我们来听一听。再次2次创业，东山再起啊！哎，让他们家仨呢都有个保障，咱们将来。
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俩在一起啊，是错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无非想感情上有个寄托，但是，一旦即将有钱了，在他的即将有钱的头3年的生活规划里面是没有你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要把我亲生女儿的抚养权弄回来？我也是父亲啊，这是正常的，这正常，对啊，人之常情嘛。对，但是你不能说，我把你儿子先送走，这是不对的。你一个迎来，一个送往，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你们本来的爱情就不是建立在2个人互相爱的基础上的，就是一个相互的依靠。那个时候你们还对等，现在身份它不对等了，谁还能靠得上谁呀？只能靠自己吧。这是我给的建议。谢谢周老师。谢谢老师。我没有那么悲观哦，我倒是从2位身上看到了挺多很真实的东西，就是2个都很孤单的人，都希望能有一个温度互相取暖的人。男方心疼女士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女士也希望多一份力量，让生活有一点热度，就是彼此想抱团取暖，想相互温暖。错就错在突然来了一笔我们可能原先根本赚不到的财富，然后就乱了阵脚，就迷失了方向。女士一再说我2个孩子是我的命根子，我再苦再难我都要带在身边。其实我很感动，她真的不容易。希望有个男人给我靠一下，希望有一个男人能给我有一个安稳的住所，没错呀。男士也一样，我有钱了，我希望把女儿接回来，也没错呀。但是希望这个突然来的财富不要成为彼此开始不再关照对方的感受，只在意自己的需求的开始，那你们不好的那一面就会慢慢呈现了。女方不要觊觎这份钱是否会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儿子的未来，男方也不要奢望这份突如其来的财富能够让你从此就可以耀武扬威的把他当保姆了。真正最重要的是你们彼此之间是否有情，你们愿不愿意对对方负责任，甚至为对方的孩子承担责任。如果男士说不行，这儿子我就弄不了，那你妥妥回去找你前妻，带着你的钱，你闺女，你们过也挺好。女方要觉得说将来房产上得有我的名儿，我就靠着这笔钱希望把我儿子养得更好，那你也妥妥的自个儿过吧。你有他有这份钱，反而成为了你的束缚，成为你儿子将来的画饼。所以现在就看你们的决心够不够了，不够就早早的各自走各自的路，都有孩子，都有责任，都不容易，咱就别互相添乱了。谢谢。我觉得2位啊是因为人性而在一起，因为各自的规划不同要分开了。为什么很多夫妻或者情侣能够共患难而不能同享福呢？这是因为人在面对重大的灾难以及困难的时候，人是抱团，人是亲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容易，你们走在了一起，互相搀扶，这会儿谁吃点亏，谁赚点便宜不计较，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过得比以前更温暖，对吧？善良是需要巨大的能量的，
你看你。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isn't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Some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t, straight to modestness,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me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long days, but instead of six,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not as topical, the fact that I'm illogical, you yourself is laughable, you'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and low, a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I'm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受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哎呀，虽然我们都是离过婚的人，但是呢，我们同样会幸福。相信我，困难没有办法多。你总是说让我相信你，你让我咋相信你呀？跟你过这么长时间，你一个劲儿拿话说我挑三挑四的数得着，我这儿家里家外的哪样都没能，我整天都跟保姆一样了。我会改，我饿不着你们娘仨，也冻不着你们娘仨，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有的。我不可能说是还跟你建立在有风险的婚姻上，我肯定是我带着孩子，我就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哎，我提个建议啊，你那笔拆迁款有没有可能性分成3份？一份呢留给你女儿，一份呢拿来创业，一份呢留来作为将来你们婚内的存款，这样你愿意吗？可以，谢谢老师。你觉得呢？对，回去考虑考虑，反正解决方案放在这儿了，回去考虑考虑。谢谢两位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一看这对情侣他们自己的选择。希望你能理解他。我觉得做出这种选择很简单，就是在上一段情感关系当中，他受的伤比你要重，他怕了，他不再轻信任何的承诺。还有话跟他说吗？我尊重他的选择。行，那我们也不管将来什么样，我衷心的祝福他，永远幸福。好，谢谢您，请回。这个结局不童话，但是这个结局恰恰又最生活。希望他们在下一个人生的路口能碰到真的缘分，能碰到真的可以让他们改变的人。